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8月15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1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35.70，收盘价是239.76，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40.66，最低价是在233.75。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7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9856.74万股，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KD 值，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上，双线是趋于合拢。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向上反转。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不变，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目前的短期空头趋势。那这个短期空头趋势，我们指的是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下跌。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8月1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下行的行进中。我们会看到当日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然后下方在233附近遇到了支撑后，出现了反转向上。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的相对高的位置。那我们会看到当日是在盘内出现了反弹，然后收盘价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那这样一来啊，说明股价后续会继续反弹。但是唯一不足的是，当日呈现的是成交量呈现的是量缩。那如果日后没有一个补量的反弹，很可能股价会继续出现下行。好，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8月1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下跌。我们给了2个点位，一个是收盘价会在240，另外一个是收盘价会在236。那第二个可能我们给出的是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248附近。实际在8月14日收盘价是在239.76，出现了下跌。那这与我们预测的第一个下跌的可能在点位上是基本吻合的，同时它的性质也相同，就是说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好，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这样一根 K 线说明股价在盘内出现了反弹。那日后是否会继续反弹，要看8月15日的成交量。如果没有一个多头力量的介入，出现一个补量的反弹，那么很有可能股价会继续下行。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下行。那目前我们会看到8月14日这根 K 线的收盘价已经跌破了241，也就是之前我们设定的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它是2023年6月2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那对于目前的股价来说，这是前低，所以收盘价已经跌破了这个第一个目标，我们先把它删除。好，那么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将是223，也就是这个小的缺口的上沿。
它同时也是2023年6月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因为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之前是个小的红 K， 股价出现了回档，然后6月8日这根 K 线是叫回后再上涨齐涨的一根 K 线的最低，所以这将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好，我们把它变换一下颜色，这是第一个目标。那如果跌破了223呢，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深度的回档。我们先来看223这个位置如果我们把图缩小之后，我们会看到在2023年4月27日这根 K 线最低从152开始，这是一根齐涨的 K 线。那从这一波齐涨，我们会看到最高是到达了接近300关口附近。那这样一来，这是将近是1倍的这样的一个量。那么150这样一个涨幅的幅度呢，它在223这个位置，或者这个缺口221这个位置正好是这一波涨幅50%的成本线，也就是它是一个中线。那实际上如果我们从 K 线信息来说，如果我们把这些 K 线全部合并之后，这是一个实体长绿 K 线。那实体长绿 K 线的实体部分的中线它将是股价如果出现下行的话，它是一个强支撑。所以目前股价如果继续下行到223这个位置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比较强的支撑，股价是很容易遇支撑而出现反转向上的。当然，我们说强支撑不代表是不能跌破的，它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如果股价继续下行跌破了这个位置呢，那我们认为股价将会进入一个深度的回档。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会测试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底高的上行趋势线和之后交易日 K 线的交点，对，也就是要跌破这条趋势线。然后呢，如果这条趋势线被跌破，我们认为股价继续下来的目标将会是回补下面的这个缺口，也就是会测试152。好，这是我们描述目前股价如果下行第一个目标223，我们对这第一个目标的描述。好，那一旦这个位置被跌破呢，我们认为股价会测试152，但是在这期间还会有支撑位，对，所以我们再把我们说的概念再明确一下，就是跌破了223，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52。我们说的目标并不是一定会到达它，对。那么在到达这个目标之前，这一期间我们会有支撑位，我们会把它暂时设为股价下行的目标。好，223如果被跌破以后，我们会继续找一个支撑位，就是在6月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因为这根 K 线它也是一个回后再上涨的一个齐涨的 K 线，所以我们把这根 K 线最低213定为股价下行的第二个目标。好，当然，如果这个位置被跌破呢，我们说它只是支撑位。如果这个位置再被跌破呢，会测试我们下方的这个趋势线，它也是一个支撑。好，那这是股价的下行的两个目标，一个是223，一个是213。我们先给出这两个下行的目标。好。那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股价的上行。股价上行说，目前如果在8月15日能够出现一个补量的反弹，股价反弹上行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252，是8月10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如果股价反弹能够站上它，我们可以称为股价叫止跌成功，或者叫我们就称为止跌成功。对，那么只有站上252之后，股价才能够继续向上反弹，否则在站上252之前啊，股价在反弹的过程当中是很容易遇压而继续出现反转向下的。好，那我们会看到目前的股价一直是沿着这个5日均线值，一直是从8月1日开始，一直沿着5日均线值在这样的一个下行。所以说252是目前股价向上的第一个目标，站上它，我们才能叫止跌成功。对，然后才有可能会出现继续向上的反弹。然后如果继续反弹呢，上方的第二个目标就是265，是8月4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我们说啊，在这里我们说252如果站上它叫止跌成功，会继续反弹。实际上接下来的目标应该是299.29，对，因为它是这一波下行的一个起跌的 K 线的最高，所以一旦止跌成功，上行的目标就是它。而我们目前给出的这个265呢，它只能称为是压力位，并不是股价上行的目标。好，那这样一来，实际上我们已经把3个目标都描述出来了。第一个上行的目标252，第二个265，第三个就是229。股价只有重新站上，不是229，是299。那股价只有重新站上299.29，才能恢复多头趋势。那站上它恢复多头趋势，由于目前股价已经跌破了这个前低，所以说站上它之后出现的恢复的多头，我们指的是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这样一个多头趋势。对，好，这是股价的3个目标。当然我们会看到股价在反弹止跌成功，也就是站上252之后啊，还有一个比较强的压力，就是20日均线值。在8月15日20日均线值是在257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当然在之后的交易日还会继续下行。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的3个目标。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当日在盘中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之前我们给出的是242，对，然后呢，我们说在它的下方运行很有可能会收低，对，然后在8月15日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是241，我们下移这个位置。好，241呀，同时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所以我们说股价能否出现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呢？如果股价在当日是一个高开盘或者跳空的高开盘，那么我们看看它是否能够支撑住股价，然后呢去推动股价。如果再有多头力量的介入，去出现一个补量的反弹，我们看看是否能推动股价收高。对，所以只有股价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也就是当日在盘中在5日均线值上方运行，那么股价才有可能出现补量的反弹。否则如果股价是低开盘，很容易在这个地方遇到压力而继续出现下行。所以241呢，我们给出这个观察位就是一个分界线，在它上方运行很容易收高，在它下方运行呢很容易继续下跌。好，这是我们给出这个观察位的理由。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对于8月14日，我们会看到在盘内出现了一个反弹，并且是一个生成的是绿 K， 下影线略长，收盘价又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这显然是一根反弹的 K 线，但是当日的成交量是呈现的是量缩，所以在这个收盘价的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对，是，所以说呢，理由就是没有大的买盘出现。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很有可能股价会继续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对，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当然更不可能进场做多。如果在8月14日，我们说因为它是跳空的低开盘，然后很有可能在低位有进场抢反弹的，那么目前如果不出场呢，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我们说股价如果是出现了一个反弹的话，到5日均线值的时候，也要依据情况去考虑出场。当然，在盘内应该是看的是5分钟 K 线图，根据5分钟 K 线图去操作，因为5分钟 K 线图我们会看到，这是股价会均线排列，这是需要这是肯定是要继续上行的。对，好，那么我们想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即使在前一个交易日有盘内进场抢反弹的呢，在8月15日也要密切关注5分钟 K 线图，一旦股价出现反转向下，也应该即刻出场。好的，这是我们对于多头来说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目前8月15日股价无论是高开还是低开盘，都会有空头的力量进入，他们的目标就是223，是下方的这个我们说的这第一个目标，要回补这个小的缺口，同时要测试这一波上涨50%的成本线。这一波上涨，我们指的是4月27日一直到7月19日这一波上涨的50%成本线。对，好，那么在这个地方进场，目标是它，然后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252附近。所以股价一旦出现反弹啊，在到达225之前，252之前一直会有空头进场，甚至到了这个地方依然会有空头进场。因为空头它会守20日均线值是在257附近。好，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说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8月15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我们再来看，首先来看上方的压力位，第一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41到243。第二个压力位是在248，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第三个压力位是252，就是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第四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257附近。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在234附近。第二个支撑就是223。对，好，如果我们给出第三个支撑就是212。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8月1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继续下行。如果股价继续下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高开盘。
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41，最低下方会到达230，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36附近，在这个位置。那么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41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继续下行。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补量的反弹。如果是补量的反弹，它将是高开盘，或者甚至可能是跳空的高开盘，对，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37，最高上方会到达243.5，在这个位置附近，然后收盘会收在243附近。对，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37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一个补量的反弹。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8月1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